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很残酷的问题？为什么有的人明明每天只花4-5个小时工作，却能年入百万，甚至年纪轻轻就财富自由？而我们每天设定3-4个闹钟，在捷运上挤到变形，为了那几千块的全勤奖金拼了命，结果一到月底缴完房租、信用卡账单，手里剩下的钱，连换个新手机都要犹豫半年。你以为是你的运气不好，或是家里没有矿？实话告诉你，这背后的真相只有3个字：不够狠。这里说的狠，不是让你去践踏法律，更不是让你去出卖灵魂。真正的狠，是一套对自己生命的顶级自律和极度清醒。普通人遇到困难就想着怎么躲，而狠人遇到困难是想着怎么破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们不聊那些虚无缥缈的心灵鸡汤，我会直接拆解致富路上最强悍的7条生存铁律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里，你可以先订阅这个频道并打开小铃铛。我每个礼拜都会用简短几分钟的影片跟几则小故事，帮大家解读及理解富人的行为模式以及思维。就算你很忙，也能慢慢的由内在开始强大。回到影片，第1条铁律：情绪管理。在搞钱的世界里，情绪稳定就是你的身价。记得刚出社会那年，跟着团队去跟一家大电商平台谈合作，那可是我们半年来唯一的救命稻草。当时对方的采购经理非常的傲慢，当众翻着我们的计划书，冷笑着说了一句：“你们这种小工厂做出来的东西，白送我都嫌占仓库呢。”我们当时的主管当场就爆炸了，他拍桌子站起来，指着对方的鼻子骂：“你有什么了不起？不过就是个打工的嘛。”结果可想而知，合作当场告吹。回去的路上，我看着那个主管，心里明白了一件事：一个人的情绪波动越大，他的价值就越低。真正的大老板不是没有脾气，而是他们把情绪当成一种能源。当你被对手羞辱、被客户刁难的时候，弱者选择咆哮，而强者选择冷静地记录对方的弱点，然后在合约上把利益一分一毫的拿回来。我们要记住，情绪化的决策是穷人最大的通病。如果你连自己的情绪都管不住，你根本就接不住财富这桶金。第2铁律：戒掉羞耻心。你发现了吗？越穷的人越在乎那点可怜的尊严。我有个朋友以前是在5星级饭店当高管的，看起来光鲜亮丽，后来产业不景气，他失业了。为了养家，他决定去夜市摆摊卖炸鸡。当时很多同事私下嘲笑他，说他堕落了，丢人现眼，但他根本不在乎。他每天在摊位前大声叫卖，甚至录短影音搞笑吸引客人。他跟我说过一句话，我至今现在还记得：当我的口袋是空的时候，面子就是负资产；等我口袋满了，面子会自己回来的。现在他已经开了3家连锁店，年收入比当高管时翻了5倍。而当初嘲笑他的那些人，现在还在为了那点微薄的工资，在办公室里勾心斗角。所谓的羞耻心，其实是平庸者用来自我设限的牢笼。当你敢于在众人面前展现你的企图心，甚至是不惜自毁形象去争取机会时，你才是真正具备了致富的门票。记住，这个世界只看结果，没有人在乎你的过程有没有跌倒，有没有出丑。第3铁律：社交清仓。很多人有一个巨大的误区，觉得认识的人越来越多，路就会越来越好走。错，那是弱者的想法。我有一个客户很喜欢参加各种高端派对，换了一堆名片，以为自己进入了圈子。直到有一次遇到合约纠纷，急寻法律咨询，翻遍了通讯录2000多人，结果没有一个人愿意回他电话。那一晚他彻底清醒了，他花了1个夜的通宵，把通讯录从2000人删到剩200人。那些只会找你喝酒啊，抱怨生活，甚至只想从你身上捞好处的人，通通都是你的成长噪音。真正的社交本质是价值交换。如果你自己不强，你的人脉网就是一张破网。现在的我极度吝啬我的时间，我也不参加任何没有意义的聚餐。人生就像修剪盆栽，不剪掉那些吸取养分却不开花的废枝，你的主干永远无法长成参天大树。第4铁律：重新定义安全感。这个时代最危险的事情就是追求稳定。亲戚在一家企业干了12年，那是大家公认的铁饭碗。他每天准时上下班，处理着流程化的邮件，生活安逸的像一滩死水。结果前几年公司撤整个部门，45岁的他拿着离职证明，在人才市场上发现自己除了会点过时的管理套路，竟然没有一项能真的直接变现的技术。而我认识的一个年轻女孩，她是做 UI 设计的，她从不进大公司，一直做自由接案者。她每天都在研究 AI 工具，学习动态视觉。虽然她没有单位，但她随时随地都能接全球的订单。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来自于你待在一个多大的公司，
而是来自于你自身的可替代性有多低。你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随身电脑，不管去到哪里，你都能立即运作并产生高价值。别再幻想岁月静好了，如果你不在暴风雨来临前学会游泳，大浪来的时候谁也救不了你。第5铁律，游戏化思维。很多人活得太沉重了，一点点小小失败就觉得天要塌了，创业失败了就觉得这辈子毁了，被老板解雇了就觉得人生没希望了。这就是典型的学生思维，总觉得人生有一张正确答案卷，错一题就及格不了一样。我认识的一位董事长，他的想法就完全不同，他把人生看成了一场大型的开放世界游戏，这局游戏没玩好，输了几百万没关系，那就是这个副本的 BOSS 太强，我的等级不够，回过头去刷怪练等级，换个装备重新开局。当你用这种玩游戏的心态去工作或创业时，你的恐惧感会瞬间消失，恐惧消失了，你的大脑才能发挥出真正的实力。记住，只要你不下桌，这场游戏就没有结束，所有的失败都只是为了帮你刷经验值的过程而已。第6铁律，对抗懒惰。这是全篇最扎心的一条。大众的懒惰就是你最大的财富机会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财富永远掌握在1%人的手里呢？因为99%的人都在做舒服的事情，滑手机、刷抖音、追剧、抱怨社会，而那1%的人在做什么？他们在研究财务报表，在苦练一项新技能，在凌晨3点思考市场策略。这在科学上叫做对抗熵增。一个系统如果不想崩坏，就必须主动的输入能量。人生也是一样，当身边的人都在讨论哪部剧好看，哪家店好玩的时候，如果你能独自坐在办公室里看一本书，写一段代码，复盘一个行销案例，你就已经在跟他们拉开差距了。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努力的人，缺的是在大家都懒惰时依然能保持警觉的人。你的拼命必须建立在大众的安逸之上，那才是你的利润空间。第7铁律，停止抱怨。这条规律可能听起来像在说教，但它却是拉开人与人之间财富差距最快的分水岭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身边总有一种人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第一反应就是先抱怨。老板不懂欣赏，同事不够配合，客户太过机车，甚至连老天爷下雨都要抱怨2句。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人，总觉得全世界都在跟我作对。直到有一次，我参加了一个高阶的商务饭局，当时同事正为了公司的一个小挫折，在餐桌上大发雷霆，抱怨环境有多差，对手有多阴险。隔壁桌的张总听完后放下筷子，看着同事的眼睛说了一句让我记到现在的话。他说：你知道一个人最值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？是当他闭嘴不再抱怨的时候。虽然当下的场面冷到快要结冰，但这句话就像一记重拳打醒了我。从财商的角度来看，抱怨是在主动对外释放一种我很无能的信号。当你在抱怨的时候，你是在告诉你的合作伙伴、你的客户，你对眼前的局面无能为力。这会让你在别人的眼中持续贬值，也会让你的伙伴没有安全感。你会想，难道真正强大的人都没有压力吗？难道他们都不会遇到倒霉事吗？结果必然是会的，只是他们会对自己狠到连委屈都不给自己留。他们的第一反应永远是：现在的情况是什么？我手边有哪些资源？我该怎么止损或是翻盘？抱怨是弱者最廉价的自我安慰，它就像镇痛药一样，能让你暂时感觉好过一点，但它会麻痹你的斗志，让问题变得更严重。如果你想翻身，你得先学会闭嘴，把那些诉苦的时间拿去读一本财经书，把那些咒骂对手的精力拿去优化你的产品。记住，行动才是强者的通行证，而抱怨只是弱者的墓志铭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觉得每一句话都像刀子一样在割你的心，但实话往往是难听的。如果我们不摊开心去看真相，我们很可能还会继续在那个温水煮青蛙的舒适圈里慢慢老去。综合这7条铁律，构建了一个强大的人格系统。一个真正的狠人是对目标狠，对懒惰狠，对情绪狠。想要赚大钱，你得先把你自己这台生物电脑的操作系统给换了。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听完这7条铁律，你觉得有哪一条是会让你感同身受，或是哪一条你觉得现在最难做到吗？1. 控制情绪，2. 戒掉羞耻心，3. 社交清仓，4.
重新定义安全感。5、游戏心态。6、对抗懒惰。7、停止抱怨，把那个序号打在评论区，就当作是你跟我的一个约定。半年后或1年后，你再回来看看这行数字，看看你自己发生了怎样的蜕变。这里是小九男男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